甘露镇与思源镇相邻，但甘露镇位于金兰两家管辖范围交界处，被划入了兰家管辖范围。之前兰家也安排了当地附属世家帮忙巡查，甘露镇作为邻镇，自然也被兰家人排查过一番。他们一到，就有人来禀报了相关的排查情况。不出所料，甘露镇也有人口失踪状况，并且比之思源镇更为严重。魏无羡因着蓝忘机身魂俱在，此时心情不错，显然对自己有没有肉身这件事并不是十分上心。唯一需要在意的就是目前他不太想让人知道他塑了蓝忘机的壳子，一举一动都需要刻意的去模仿蓝忘机。他扯了精灵的衣袖，小声逗精灵：我感觉自己智商不太够用，要不还是让韩光俊出来查吧，他可是负责又聪明。精灵抬手躲避：别了吧。魏无羡忍笑：可我不够聪明啊。聪明。那我帅吗？帅。魏无羡满意的点头：行，那就让韩光俊歇歇，帅气又聪明的我顶上。精灵长出一口气，为防止魏无羡半道反悔，精灵立刻开始进入破案状态。既然甘露镇失踪状况比思源镇还严重，那就说明这人的老窝距离甘露镇更近，甚至可能就在甘露镇。魏无羡点头，他又转身过去，抬起头来，端着平日里蓝忘机那股子高冷的架势，沉声问禀报的蓝家人：为何不把失踪人口的状况报给泽无君？其实蓝家人怕蓝忘机甚于蓝曦臣，此时听了韩光俊的责问，都面露惶恐，不知如何应答。魏无羡却心里吃了声，他知是怎么一回事，不就是平日里负责当地治安，却连人口失踪数起都一概不知，还没想好应对方法，生怕贸然报上去被蓝家问责。其中一人咬咬牙正要开口，魏无羡看他一眼，又赌道：编好理由了。四下顿时又是一片寂静。虽然魏无羡此时端的是蓝忘机的架势，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蓝忘机那寡言少语的性格，忍不住道：我知道你们一个个怎么想。第一，觉得管辖不力，怕被责问；第二，你们觉得此地属蓝家封印温若寒尸骨处，那人断不可能偷了温若寒尸骨后再回来。毕竟经此一事，这个地方就显得不安全了，傻子才回来呢，对吗？听他戳破，众人面色泛白。虽然蓝曦臣说温若寒尸骨存放地为秘密，但事实上只要费点心思打听便都能知晓。毕竟此处穷山僻壤，除了山头就是山头。射日之争结束后，因何突然聚集如此多的蓝家长老和其他家族人士，用脚趾头想想也能知道。偌大一个阵法设在甘露镇不知名的山上，谁人有着天大的本事和胆量进去？掉以轻心的结果就是，偏偏那个人就进去了，还带走了温若寒的尸体。其实倒也不必带走，如果真的想神不知鬼不觉，只需要把炼尸之地定在尸骨封印之处就可以了。与强大怨气制衡的灵气也可不必肆意。魏无羡皱起了眉。不明山说是一座山，其实只是一道大川的余脉。山头因了贫瘠的土壤，并无什么亮眼的植被，一路走得艰难又枯燥。精灵开始后悔没带仙子来了。魏无羡心道：幸好没带，否则全世界都能看出来这不是韩光俊本人了。他两人远远地落在一众门生后面，倒也不必太过拘谨。精灵便问他：你贸然上来，不怕那人再把你收拾一顿？魏无羡瞥他：这不是有金家主保护我？精灵被他恶心的要死，搓了搓胳膊。魏无羡满意的笑起来。精灵看见属于蓝忘机的脸上全是莫名其妙的笑容，恶寒更甚了。阵法并不难找，但凡有点灵气的人就都能感受到阵法的所在地，唯一难的是阵眼所在。阵眼下压的便是温若寒的棺材。见一众人浩浩荡荡而来，守阵的几位蓝家人有些疑惑。魏无羡没办法，又端着样子给他们讲了大致的情况。虽然蓝忘机愿意出来替他把这段时间给顶了，但魏无羡倒是有点乐在其中，死活不让他出来。守阵人之前也知道下面的尸骨出了状况，由于他们看管不力，尸体不见了，他们后面懊悔之中便也对这片地方不是很重视了，却没想到韩光俊会来这个地方。魏无羡问：阵眼在哪个地方？阵眼本不该随意透露，
但事到如今也没有隐瞒的必要。于是其中一个守镇人一指，就在那。他定睛一看，竟是守镇人小屋所在的地方。也是心大，居然把房子建棺材上面。魏无羡默默把腹诽咽了下去。听见旁边有一个守镇人问：韩光俊要挖吗？魏无羡刚要说挖，想了想又觉得不对。如果猜的没错，那下面的人不就跑了吗？他道：等等，此行如此浩浩荡荡，若是在下面能听到，那自己杀上门来不就像个250了吗？魏无羡没做过土行孙，不知道地面下是否听得到上面的声音，所幸他们来的时间并不长，或许那人忙于干点什么没听见。他抱着这一丝侥幸心理，勾指叫来了精灵。是夜，守镇人小屋里寂静无声，一名白衣男子静静打坐于床榻之上，月光皎白，流转在这名男子身上，仿佛一尊上好的白玉石像。四周寂静无声，唯有窗外偶有飞鸟落脚，又扑腾着翅膀离开。男子闭着眼睛，长长的睫毛垂着，在微光下投出一小片阴影来。这看似极度平静的一幕，谁也想不到内里的暗潮汹涌。蓝湛，今晚让我出去呗。不可。我现在灵魂之力比你强。不可。你说咱俩现在是在用啥对话？不知。反正我要出去。不可。魏无羡第一次发现他夫君可真够犟的。魏无羡难得懒得跟蓝忘机废话，挤掉他的账号就上线了。感受到蓝忘机在奋力挣扎，他有点无奈，只好用自己目前稍稍强他一点的灵魂之力，把他强制压下去。魏无羡睁开眼，眼前果然一个人也没有。他低笑了一声，站起身来，环视一周，房间不小，毕竟蓝家不缺钱。他想了想，先整了整自己的衣服，系好了抹额，然后走出了屋门，站在皎洁明亮的月光下，低声念了一句什么。浅淡的，本属于蓝忘机的眸中一道红光闪过，紧接着打了个响指。慢慢的，脚下的土地轻微的震颤起来，像是有什么巨大的怪物要破土而出。山头周遭的树木枝叶哗啦啦的响了起来。深秋季节里，本就摇摇欲坠的叶子纷纷掉了下来。魏无羡笑了一下，暗淡的夜色里，只有一双明亮的眼瞳格外显眼。他没猜错，这里果然是一片坟山，埋葬的也不止温若寒一人。小小一个甘露镇，死了人也只有往荒凉无人的地方埋，不明山是最好的选择。哪怕是10几年前温若寒被镇压在这里后，没有小人物赶上来，再往前追溯的那些年岁，尸骨也可堆积成山。此时魏无羡一个响指，让这一群沉寂多年的行尸走肉都活泛起来。若是那贼人就在下面，必定猜得到是谁来了。这些日子过去，他想必早已发现那具身体不过是个空壳子。当初他想要活捉魏无羡，必然不会是为了一个空壳子。那么此时得知魏无羡来找他，也该出现了。魏无羡垂眼静静地站着，时不时摸摸腰间配的那把臂尘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任凭周围一片无休无止的颤动。片刻后，一个人影出现在山头尽头的树林边缘，与那天魏无羡昏迷过去前瞥到的影子一模一样。那抹身影并不近前来，只远远地站着。魏无羡也不急，跟他对着怄，看谁先怄过谁。刚刚群尸躁动，显而易见是夷陵老祖的手笔。那人有点惊疑未定，搞不清眼前的到底是蓝忘机还是魏无羡。他向前走了2步，步伐格外游移，终于先开了口：夷陵老祖。魏无羡像是觉得有趣，轻笑了一声。月光下，那本属于韩光俊的屹立面庞上带了笑，更是美得惊心动魄。他道：别提这个名头，太二了。魏无羡依稀觉得这个声音耳熟，却又想不出来是谁。肯定不是他熟悉的人，那必然是有过一面之缘的陌生人。那人像是体力不支一般，一直扶着远处的一棵树，并不过来。你必然不会是一人前来，现在看来也早就猜到了我在哪里，还需要这般费事引我出来。看来他果然没有听到今天上午的动静。不过只要不是傻子，必然能猜到魏无羡再次前来，就不会是单枪匹马。魏无羡冲他摊手：你也知道，我肉身还在你那里，皮囊而已，我倒是不在乎。但是我家韩光君不同意啊，
万一惹得你一个不高兴，把我壳子一把火烧了，我岂不是又变成孤魂野鬼了？说着，他又开始循循善诱。你也不必害怕我，隔那么远说话不方便。我知道你有事要我帮忙，